就是他们讲说整形会上瘾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，而是一直在追求一个时代的一个审美。The tail tends to always drop first, but I mean the fix is easy 了。朋友有一半是觉得不赞同，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的眼睛会影响到风水。然后另外一班朋友就觉得 OK 可以做。在新加坡，整形日益普遍。全球最新整形医美调查报告显示，2024年本地共完成15512起整形手术。受社交媒体和韩流审美影响，更多年轻人开始尝试整形，男性客户也逐渐增多。现在给自己的眼睛打几分？10分。我们做销售的或者每天都要见面的，最重要就是人家不认识你嘛。第一个东西的就要看你的人，说人要长得干净，眼睛要有眼神。世界可以乱，头发也不会乱。朋友都说我没有礼貌，每次关住眼睛跟人家讲话，然后想了一阵子就决定做。I understand you got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upper eyelid. Okay, so for small eyes, we can do a lot of things to correct it. 其实因为我不是做手术这个 industry 的，所以一定会很多东西不知道。只要你不知道，你就会怕。做手术之前医生也是有给我了解一下手术之前跟之后的那个效果。重点就是不要改掉太多的运啊。可是我觉得做了之后的运越来越好。做完手术了。休息1天，我就开始就去外面见人了。双眼皮那边是有点肿，可能那个眼睛从小变大，它不 get used to it， 所以头会有点干。可是这些就是小小的事情，后面就好了。那对你个人而言，你觉得男生做整形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正常？需要，男生女生都一样。因为我们每天，好像我的 staff 每天在外面见面啊，那些长得比较好看、干净的 sales 通常都是很好的。男生来找我做整形手术的话，7、8年前可能只是18%，去年就可能28%，今年就我觉得肯定超过25%了。2024年，新加坡最普遍的3大整形外科手术是眼睑手术、疤痕修复和抽脂。不过，对于男性患者来说，更常选择的则是去除眼袋、隆鼻和双眼皮手术。这他们的双眼皮手术跟女生的有点不一样，他们比较喜欢非常自然的，比较细的。我是一个外科整形的护士，大概在2、3年前的时候，我决定去做了我这个取甲脂垫的一个手术。然后甲脂垫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脂肪，不管我是瘦还是胖，我的这个甲脂垫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当时其实我的体重其实是在我的人生中是最低的时候，可是我的脸还是看起来很肉肉的。所以我就是想说把我的轮廓比较突出一点，所以我当时就是选择了一个最低风险、最低改变，然后但是可以优化我的五官的一个手术。对于审美来说的话，刚好新加坡是属于一个比较自然的，不是追求那种什么大变脸呐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审美刚好跟新加坡的医生比较符合一点。当时家人对于你做这个手术的决定是支持的吗？其实刚开始他们是不支持的啦，因为一听到手术这个词，他们其实是害怕的啦。但是其实我个人是处于这个行业的，我非常了解这个手术是风险非常非常的低，而且它就像跟我们拔牙齿一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他们去解释了这个东西，后期他们就讲，他们其实是 OK 的，松口了，对。以陈永成、曹思源选择的双眼皮和甲脂垫手术为例，这类手术在新加坡的费用远高于海外，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仍选择在本地接受整形？在本地做和跟外国做那个安全性差别其实蛮大的。在本地绝对不可以乱拍那个广告，或者乱封自己为头号的整形外科，或者放出病人的 before after 照片。在首尔就不同了，或者泰国也是不同。
我们就有一个病人，他说他曾经有一个经验，就是前一刀在韩国开的，然后在韩国因为在费用方面需要控制，所以他们同样的开刀的医生是同样那个麻醉的那个医生。然后就是在这个病人半睡半醒的时候，他醒来了。他发现，站在旁边那个不是他原先跟他开刀的那个医生，而是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医生。你醒来了，怎么变成一个小弟在跟他开刀？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吓到了，之后就不敢在那边再开刀了。有时候就是一些后遗症，它不会再马上出现的，它可能在2-3个星期之后再出现，到时候就可能要飞回，比如说韩国啦，还是泰国去，但是又多了一个费用。所以在新加坡开的话，医生就在身边，有什么东西很容易到那个医生去那边再去复诊。仅在韩国首尔，目前有超过2000名整形外科医生，而新加坡仅有约90名。这是因为要在新加坡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，平均需要8到12年时间。拿到学位后，需要再花费5到7年完成住院培训。一提到整形手术，好像总离不开负面新闻。不过新加坡近几年整形趋势逐渐转向更有针对性的手术，也越来越强调自然效果。其实我觉得外科整形医生比较像心理医生。问诊的第一步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就应该知道，就是这个人是到底是为了要改善自己，还是完全要变一个人。就是他们讲说整形会上瘾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，而是一直在追求一个时代的一个审美。我会跟他们讲说，这个如果说你只对眼睛有抱怨，那只开眼睛，你要不要说开了眼睛之后开鼻子，鼻子之后开垫下巴，这个就是比较不健康的。那么这样子我就比较不鼓励。其实我们在新加坡，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都要自己 fight。我不会跟他们说做还是不做。可是我会觉得，他们自己的路、自己的选择，只要选择了就不要后悔。那你觉得你有上瘾的可能吗？我不要去讲说我不会去上瘾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保持自己比较自然的一点啦，就是在你个人的特点优化一点点，你还是你，但是你就是变得比较漂亮的你。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不会停止追求美，对。